这次身后多了几个尾巴，单身的女孩带着个孩子，在镇子上就被山匪的探子给盯上了。经过一条山路，温竹清把孩子交给了宋巧娘，站在车辕上背着手等人呢。温姑娘，你去车里吧，外面危险。没事，你赶好你的车。前方跳出来3个大汉，看着就不是个善茬。嘿，小娘子长得挺标致，孤身一人出远门，怪可怜的，也没个男人帮你疼你。嘿，要不留下来当老子的压寨夫人吧？啊！剩下的人狂笑，他们本来就只想劫财，现在看人长得也不错，干脆人和财一块要了。你眼光不错嘛，看出我漂亮了。只可惜啊，我嫁了人了，还有个孩子。要是给你当压寨夫人，我孩子怎么办？你能当亲生的养着吗？哎呦，也可不是什么善人，给人当便宜爹，小崽子当然是弄死了。你再给老子生几个，都是咱亲生的，才好过日子吗？啊！温竹清看他们这般猖狂，摇了摇头，今个是要大开杀戒了呀。别废话了，你是自己乖乖下来，还是等着老子抓你走啊？你们来吧，抓着我算你们的本事，我就跟你们走。五爷，这女的邪门啊！哼，能有多邪门？咱们这么多人，怕一娘们儿，有怎么会啊？啊，你俩先上。好吧，小娘子，你乖乖听话，免得受皮肉之苦啊！跟着我们五爷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你们当劫匪的都是靠着嘴混的吗？自己都吃不饱，还让我吃香的喝辣的，这话你自己说着不心虚吗？小弟们满肚子的辛酸泪啊！这条道根本就不是什么官道，人也不多，勉强打劫几个富商混个温饱，这劫匪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能够吃饱饭就不错了。这姑娘的眼光可真毒啊！跟他废什么话？上啊！两人也不敢磨叽了，冲上来就抓他，被温竹清抓着手腕，跟着呢一脚就踹在了肚子上，丢在了同伴的身上，一招废了俩。五爷没逃，反而是趁机偷袭。温竹清大袖一甩，把他给甩出去了。只是好巧不巧的，长刀扎在了拉车的马上，一下子把拉车的马给弄死了。你敢杀了我的马？好得很，杀马偿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温竹清都气死了，一匹马几十两银子呢，关键是没有马拉车，他们就没法回去了呀。五爷转身就跑，就凭温竹清这一手，大当家的都不是对手呢。温竹清脚尖挑起了一块石头，一下子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姑娘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俩年轻劫匪抱头蹲着，晕了一个，死了一匹马。休息一会儿，把马杀了吧，我去找一匹新的来。温竹清卷走了马皮，打晕了2个劫匪，拎着五爷去山林里面处理。再次回来的时候，就已经多了一匹大黑马。车夫知道他的本事，也没多问，只是这匹黑马像是野马，脾气很是暴躁。温竹清几鞭子下去还不老实，长刀落在了马的2腿中间。杀了才老实是吧？想当骡子？黑马立马就老实了，眼中满是惊恐。她还是女的吗？俩小弟温竹清也没放过，为了毒药，让他们跟着跑，留下来干活吧。马肉也给带回了家，加了野葱剁成馅儿，包包子，那味道挺好的。终于是回到了家。回来了。耽误了几天，家里还好吧？都好，就是孩子们想你了。哎呀，瘦了呀，出门在外真的很辛苦你。大娘啊，给你做好吃的。好，外面吃的都不如大娘的手艺好。孩子们到镇上读书还没有回来，家里面就只有梁正远跟蔡大娘。现在多了宋巧娘和2个小劫匪，他们都自觉的就帮着蔡大娘干活了。还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收获不小。给你看一样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啊？给我的吗？只要你能用，别说我不惦记你啊，保证你用了生龙活虎，恢复男人的尊严。端着饭菜进来的蔡大娘一阵的无语。这事儿你们可以关起门来说呀，这么多人都在呢，听到了多不好啊。梁正远也是脸红，不会是自己想的那样吧？莫名的就非常的期待。这是我花大价钱弄来的药呢，效果非常好的，保你半个月大便样。真的能治好啊？当然了，我亲自熬的药，特别对症，必须治好的呀。能生孩子吗？有自己的孩子才是一家人嘛，也省得别人说闲话了。还是生一个吧，总养别人的孩子也不是事儿。不是，生什么孩子啊？谁生孩子了？这药不是治疗他不能人道的吗？都能行了，还生不出孩子来吗？不是的，大娘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治他的腿呢，治什么不能人道啊？
爱人道不人道的，我才不操心呢。温竹清脸红了，这个误会可闹大了。梁正远也说不出来是失望还是高兴。多谢了。哎呀，姑娘，你要是有能力，还是治一治吧，总让人说闲话也不好。再说孩子还得有啊，亲生的总比别人的强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给他治好的。大娘，你去收拾那些马肉，今晚上咱包马肉包子吃啊，辛苦辛苦。温竹清哄着蔡大娘去包包子，这才终止了这个话题。我给你敷药，早点贴上，早点好。浓郁的药香味和伤口处灼热的触感，让梁正远不由得蹙眉。这药好强的效力啊！一帖药最少要100两银子呢，当然有用了。你的内功还在的话，最好运功配合，恢复得更快。这么贵，你哪儿赚的那么多钱啊？没花钱，蹭的。原来给薛不凡熬药，最后呢，那锅底儿被温竹清给刮下来，给梁正远用着就正好了。梁正远就深吸一口气呀，咱不至于蹭人家的药啊，我宁可多等些日子。我等不了。你想离开？是啊，我不能一直困在这个小村子里啊，我需要机缘，需要功德，需要到处去走走，遇到诡异的事情就管一管，赚取功德。半年时间，我必须要离开的。温竹清看了看手掌心，生命线的威胁，他不得不去寻找新的机缘。这一个地儿，那也不能一直有妖魔鬼怪呀，不能逮着一个地方薅啊。梁正远心情低落，他这么明确的表示要走，他怎么办呢？你就舍得孩子们？梁正远觉得自己有一些卑鄙了，想用孩子们拴住他。温竹清苦笑，没有说话。就是为了孩子们，他才要离开的。她并不是寻常的女人，会一直陪着他们，照顾他们，迟早都是要走，不如趁着羁绊不深，早走早好。我只是出去游历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有机会会来看看他们的。你放心，我会留下足够你们用的钱，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。不用了，我能赚钱，不需要你操心了。我梁正远再不济，还不需要你一个女人来养着。我不喜欢大男子主义，行事不如人，该低头就低头，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。嘴硬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啊，将来打脸的时候别闲头。我不会像你想的那么没用。拭目以待。温竹清并没有纠缠这个话题，出去和陈婶子他们聊天，听听村子里最近的八卦。大黑马关在院子的后面，面前摆着一捆草料，还有一桶水。他理智很是抗拒，这东西不是他吃的，可是呢，又实在是饿得受不了，竟然觉得草料的味道很是好闻，试探着喝了一口水，半桶水喝完，舒服了一些，下意识地吃了一口草料，竟然非常的美味。大黑马绝望地闭上了眼，还有深沉的恐惧。这女的到底是什么人呢？竟然能够把人给变成牲畜，和牲畜一样的吃草喝水，甚至看到隔壁母马的屁股，他都想着凑上去闻一闻。就在大黑马难以接受事实的时候，2只羊走了过来，竟然抢他的草料吃。大黑马一鼻子怼翻了他们，竟然对老子找打呢！啊，老婆子，打他这个不懂事的畜生！你居然会说话！你也是人变的啊？又来一个！这2只羊自然也就是胡自强的爹娘。原来这人变成了牲畜，他们是可以一块交流的。大黑马没那么绝望了，有人陪着，起码不那么孤单呢。羊圈里母羊嚼着鲜嫩的草料，三角眼盯着他们，嘴角扯出了讽刺的弧度。能聊天又怎么样呢？还不是当畜生。温竹清正在应付孩子们呢。好吧，娘，你下次出门一定要带我啊！你三儿子想死你了。书上说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咱都几个秋没见啦。算你聪明，竟然记住这么长的一句话了，值得夸奖。你出门还顺利吗？挺顺利的。书院里过得还习惯吗？有没有人欺负你们？别忍着，跟我讲，我帮你教训他们。我们姐弟4个呢，谁想欺负我们，那也得掂量掂量。再说了，3弟这一身功夫那也不是白练的呀，真没人能够打得过他。哼，书院最大那个徐青山还想欺负2哥，让我给打趴下了。现在看到我们都躲着走。都过去了，说这个干嘛呀？梁书山没心没肺的，书院里面发生的事儿都给讲了一遍，就连他去厕所拉屎看着茅坑那么大都觉得害怕，也得跟温竹清讲上一遍。温竹清就觉得这事儿呢，就大可不必说出来啊。包子好了，趁热吃吧。吃包子喽！马肉很多，温竹清怕坏了，分给了村里人，几乎全村的人都能够吃到一点，比过年都开心呢。
除了梁正远老宅的那一家子人，温竹清不喜欢他们，别说包子了，野菜都不会给他们一颗。那一家子都非常的气愤，却又不敢过来找麻烦。哎呀，就只能这样了。那咱们家以后还怎么在村子里面抬起头来呀？还能怎么办啊？温氏那女的走的不是正常道，死人都不怕，能怕咱们吗？咱就是死了也奈何不了人家，歇了吧。以后都不许去招惹他们，好好种地。秋收之后，家里的孙子也去镇子上读书，咱们不靠他们也能过得好。爹说的对，好好培养咱家孩子，将来能考个秀才，那也是光宗耀祖啊。梁老爷子终于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儿，并没有继续犯蠢，跟温竹清死磕。这件事儿温竹清倒不知道，很快就得忙着上梁了，又请全村的人吃了一顿席面，满村都是肉香味。温竹清带回来的2个山贼，一个叫王三儿，一个叫李四，都帮着干活，一整天的闲不下来，还不敢有所怨言。梁正远知道他们的身份，没有对外讲，只说是买来的下人，帮着种地的。大人们忙着，小五和小满跟着村子里的孩子们满村的玩，小孩子玩着玩着，跑的就有点远了。大黑马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过来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小五。这是那个女人的孩子，她要报仇，想恢复人身，就得从这个孩子下手。哎呦，小满姐姐，你家大马跑出来了！小满一回头，看到了大黑马的眼睛透着邪气。他修行已经入了门，对恶意很是敏感。这匹马不怀好意，你快回家去找阿娘。小满护着小五就想跑，可大黑马怎么可能放过他们呢？叼着小五就往山里面跑了。阿娘，不好了，弟弟让马给叼走了。什么？他好大的胆子！你留在家里，哪儿都别去。阿娘去救弟弟。梁正远攥紧了拳头，很是担心。好在午饭也吃了，上梁仪式也已经结束了。且说这温竹清追着马蹄印子上了山，渐渐地走入了密林。这人也是有一些本事的，走到了一个山洞，作势要把小五给丢下去。你把孩子放下，我帮你恢复人身，放你走。大黑马眼神闪烁，明显不相信的。我们修行中人注重事业，我发誓，只要你不伤害孩子，我一定放了你，否则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大黑马龇牙，就在温竹清以为他妥协的时候，他竟然一甩头，小五就被丢出去了。温竹清气得大骂一句，翻身跳起来，腰间的长绫飞出，卷住了小五的身子，把他给救了下来。大黑马却趁着温竹清抓孩子的时候，踩着碎石头丢在他身上，踢了他满头的包，这是不想让温竹清活呢。不远处的2只羊呢，也紧紧地盯着他们，眼神挣扎。这要是温大师死了，他们还能恢复吗？说好了让他先恢复，然后再解救自己呢，怎么他还变了卦了？温竹清也不管身上落下来的碎石，猛然把小五扯到了自己的怀里。刚要往上飞的时候，一根巨大的木头砸下来。你给老娘等着！抱着小五无法躲避巨大的木头，好在危急关头，山崖之下竟然有一个小山洞。温竹清扯着一把野草，歪着身子就钻了进去。巨大的木头擦着身子滚落，温竹清都给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这可真的是太危险了。大黑马俯瞰山涧，大眼睛里面满是凝重，不知道那女的死了没。他不是没有想着让温竹清给解了法术恢复人身，但是以己夺人，他是不会放过威胁自己的人的。尤其是温竹清厉害了太多，就算是恢复了人身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他比胡三祥2口的见识多，知道一些术法，只要施术者死了，就会不攻自破，所以才敢冒险。现在人掉下去了，他还没有恢复过来，看来是没死。胡三祥2口子化身的山羊偷偷的瞄着，对于刚才的变故也很惊讶。温氏就这么死了？你俩过来。俩山羊不敢磨蹭。你想干嘛？咱们现在是同类啊，你别杀我们。切，谁跟你们是同类？没用的东西。下去看看那个女人死了没有。我们做不到呢。做不到现在就去死。俩山羊无奈，正想下去呢，就听到有人喊：阿青，你在哪儿啊？温大师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们来帮忙。是梁正远带着村里的老猎户和青壮们寻了过来。小五有危险，他怎么能够坐视不理呢？他们的到来让大黑马不得不放弃，先躲了起来。俩山羊也松了一口气，赶紧回村吧，外面也太危险了。虽然是做了山羊，好歹活着呀，吃喝不愁，随便到哪吃口草都能活着。胡自强还把他们照顾得挺好，除了不会说话，竟然还挺习惯的。这日子比做人也不差多少。温竹清此时听不到外面的喊声，落到山洞里面才发现里头这地方还挺大呢，竟然有一具尸骨打坐的姿势，一个窟窿脑袋直勾勾的看着他，怪瘆人的。
前辈莫怪，无意进来的，打扰了。里面很是简陋，除了一张桌子、一个书柜，床都没有。这人肯定是修为不浅，一直打坐，不需要睡觉，最少也得是筑基期的修为。温竹清正想离开，转身的时候看到尸骨有一些不对劲儿，走上前用树枝挑开了尸体的衣服。这次那更是惊讶的眼珠子差点没蹦出来。我操，羽化成仙！尸体的肋骨竟然变成了翅膀的形状，长在了身体两侧，只是不知道为何没成仙，反而是作化了。前辈，遇到就是有缘，我帮你把尸骨收敛，入土为安吧。或许是得道高人的尸骨，尸骨洁白如玉，没有一点的肮脏邪恶，反而像是艺术品。温竹清用外衣收敛起来，再一次拜了拜，带着他一起离开。临走的时候看了看书柜上的书本，时间太久，都已经风化了，只有几本竹简记载着一些东西。温竹清也不认识这些个字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都给带走了。他忙活的时候呢，小五也醒了。阿娘，稍等，咱们马上走啊。小五却吭哧吭哧的抱着蒲团，这个拿走给阿娘用。你呀，真是机灵鬼，验过拔毛吗？蒲团也不放过。手接过蒲团，猛然震惊了，这草非常的柔软，像是皮毛一样，颜色金光灿灿，竟然是个宝贝呢。小五福子深厚啊，专门挑好东西，娘的好儿子。走吧。背着小五，拎着包裹，温竹清爬上了山崖，也听到了村民们的呼喊。温竹清几个跳跃出现在梁礼正的面前。阿青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把小五带回去，我有些事需要去处理。我们帮你吧。不用了，你们帮不上忙，好意我心领了。这个东西道行一般，但是对付普通人绰绰有余的，我得把它给清理了。不用担心我，天黑之前我会回去的。都回去吧。小五塞给了梁正远，自己拎着尸骨去找地方安葬，还得处理掉逃走的大黑马，事儿很多的。转身就进入了山林里，消失不见了。辛苦大家了，阿青既然不需要帮助，咱们回去吧。好，温大师这么厉害，什么小鬼小妖的都得倒霉。咱们再说温竹清，先是在山上找了一个风水宝地，把那副尸骨给埋葬下去，入土为安了，烧了一些纸来祭祀一下，酒水吃食供奉上，温竹清这才离开。以后有空呢，常来拜祭一番，也免了他在地下孤苦无依，纸钱都没有。温竹清眼神里的杀气浮现，好一个武当家的，差点没栽在他手里，不把他碎尸万段，魂飞魄散，都难出这口恶气。大黑马也知道温竹清的本事，不敢侥幸，已经找地方藏起来了。温竹清搜寻了一圈，竟然没找着。好啊，倒是挺能躲的，可惜你遇到姑奶奶我，天生的克星。跳到一棵大树上，俯瞰整个山林，发现一处淡淡的红色气息，这个是妖气，刚刚生出灵智的小妖怪。温竹清就追上去，抓着一只紫色的松鼠模样的小东西。小东西长得挺可爱啊，帮我一个忙，我就放了你。小东西不屑地叫唤，不听话，扒了你的皮做围脖，冬天肯定很暖和。紫色的松鼠惊恐地瞪大了绿豆眼，这也太坏了吧，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呢？温竹清盘膝坐下，用神识侵入他的脑子，结果真的能够交流，幻化成大黑马的模样让他去找。原本这乃是元婴期才会有的手段，温竹清或许是穿越而来，这份神通并没有丢掉。紫松鼠也是没辙了，只好服从。小东西跳着跑到了树上，最终却发动族人寻找大黑马。温竹清也没闲着，这里的药草年份都很高，还有很多罕见的蘑菇、木耳，甚至还找到了2朵饭碗那么大的紫色灵芝。好东西也太多了，挖都挖不完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天色泛起了金光，夕阳西下，小松鼠也回来了。带路吧，有点用呢。很快就知道了大黑马的藏身之处，不愧是人的灵魂，藏得还挺深的，竟然是在一棵枯死的树洞里，伪装得极好。哼，你这么聪明，要是用在正道上，也有一番事业。可惜当什么劫匪，打家劫舍，一身的罪孽。我本来也是好意，你当畜生拉车赎罪，总能洗清你的罪孽。这一世或许没什么好结果，但是来世能投个好胎啊！你非要作死，辜负我的好意，我只能送你去下地狱了。大黑马终于是忍不住了，一蹄子踹开了大树，冲着温竹清就撞了上来，满眼的怒火，要跟他同归于尽的架势。温竹清摇头叹息，只是在关键时刻闪身躲开，大黑马就撞在了他身后的大树上，栽倒在地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。来世做个好人吧。
温竹清运气一掌拍在他脑袋上，给了他一个了断。大黑马闭上了眼睛，一道烟雾闪过，变成了武当家的尸体和一张马皮。温竹清寻了一个向阳的地方把他给埋了。人死如灯灭，既然都已经死了，一了百了，温竹清就不会再折磨他了。以防他变成厉鬼，温竹清直接就薅住了他的神魂，送他去投胎了。我就是这么善良，要是内心眼小的，肯定把你抽筋剥骨，把你的神魂放在烈日晒烤，折磨得你生不如死。遇到我，算你好运了。拍了拍手，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家。路上遇到野山羊、山鸡、肥兔子，就顺便给抓了，回家给孩子们吃肉。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子时了，屋子里面还亮着灯呢。温竹清心中一暖，这便是家的感觉吧。嘿，姑娘回来了，饿了吧？我给姑娘准备了面，马上就能吃啊！你洗洗手就来吃面啊！温竹清还没有来得及张口，蔡大娘已经熟练的忙碌，背影都带着欢喜。姑娘平安回来了，她这心呢，终于是放下了。回来就好，事情可还顺利？你平安就好了。我睡了，明天早起咱们再说话。睡吧，别熬夜，小孩子熬夜长不高的。说了我没事，都等着我做什么？快去睡。梁正远陪着他吃面，眼神深邃地盯着他看。你盯着我做什么？难不成发现我的绝世美貌了？不是，我是发现了你的绝世厚脸皮。那个黑马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事儿是我的责任，那个黑马是我弄回来的，没想到他会对小五下手，好在我已经处理干净了。你放心吧，明儿我把带回来那俩人送到县衙去，他们是劫匪。大黑马的事情让温竹清不敢掉以轻心，这俩劫匪已经在贼窝里面这么久了，谁知道什么性格，留在家里那终究也是祸害。我要知道事情的经过，而不是听你的吩咐去做事儿。我跟你说，你不害怕的吗？现在你只能听我的吩咐做事，当然你也可以不听，我照样把事情做好。梁正远，你我之间，现在我是一家之主，不要跟我摆你的架子，我可不是你想要的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，大男子主义别来我这使。温竹清很累，他还唧唧歪歪的，实在是没有耐心去应付他。回屋拉上帘子就睡觉去了。梁正远坐了许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去睡的。温竹清并没有在意昨晚的争执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早饭也做好了，蔡大娘有了宋巧娘帮着打下手，做事儿就轻松多了。吃完了早饭，孩子们没有去镇上上学，今日休沐，都围着他听他说县城里的故事。温竹清说了马家跟薛家的事情，听的几个孩子都是满面的惊愕与赞叹，这真的是太精彩了。那个尖角煞就这么厉害吗？当然了，假以时日，薛家的铺子肯定开不下去了，损失钱财都是小事儿，说不定还能摊上人命官司呢。哇，好神奇啊，我也想学。你呀，没这个慧根，这一行很吃天赋的，也看缘分。你跟我道门中人无缘，你不要以为学了就能为所欲为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恰恰相反，你处理的每一件事情都得慎重，一个不好就会因果缠身的。所以道门修行众人都不愿意行走世间，沾染因果很麻烦的。就算是寻常的修行中人，也难有正常的生活，三弊五缺，日子并不好过。什么是三弊五缺啊？温竹清讲了一遍，梁舒尔的眼神闪了闪。那你会不会也这样啊？温竹清的眼神一闪，不会，我多厉害啊，肯定有法子避免，不用担心我。哎呦，说这么长时间，破了大事了。什么事啊？吃肉啊！昨儿我在山上抓了些猎物，咱们中午吃顿好的，还有收拾新房子，准备搬家。啊，太好了，搬新家了，我要一个单独的房间。都有的，房子足够住了，都去选一选自己的房间吧。打发走了孩子们，一抬头就对上梁正远深邃的眼神。你悄无声息的，吓我一跳，有事儿？你三弊五缺，缺的是什么？跟你没关系啊。阿青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我需要你坦诚。你想一想小五和孩子们，他们把你当亲娘一样，你要是有事儿，他们能不伤心吗？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你……梁正远气急，这个女人也真的是太难搞了，油盐不进，无处下手的。温竹清根本就不在乎她的懊恼，跟蔡大娘一起做菜，琢磨新的吃法。温竹清做出来的饭菜花样多，味道呢也是格外的好，孩子们都很喜欢她做的饭菜。宋巧娘都已经麻木了，这什么人家呀？寻常的一顿饭，吃的比地主老爷都好呢。
老远就闻着味儿了，本官有口福了，想必是温大师亲自下厨吧？嘿，县令大人怎么亲自来了？快请坐，也不说一声，我好迎接大人啊。温姑娘客气了，本官不请自来已经很打扰了。寻常农户家里哪有那么多规矩？您客气了。县令大人久仰了，在下梁正远，阿青的丈夫啊，梁公子好。大人客气，当不得什么公子，大人喊我名字就好。那好，正远老弟啊，本官今日来是为了一桩案子，关系到温姑娘。大人请讲。九峰镇和新家镇交界处的一伙土匪，一直是本县的心腹大患。前些日子突然发了疯似的下山寻人，伤了好些路人。本县调查才知道，他们的武当家的失踪了。而温姑娘那段日子恰好经过那里，不知跟姑娘你有没有关系啊？当然有，他们要劫财害命，我给弄死了，还有2个跟班，正要给大人送过去呢。此事大人想要如何处置？山匪杀了就杀了，还有功劳。只是本官担心他们会报复温姑娘，姑娘有自保之力，可是整个村子怕是危险了。那些山匪盘踞一方，易守难攻，势力很大，足有上百号人呢。温竹清也是面色凝重起来，上百号的山匪，真的要是报复了村子，屠杀全村都能够做到。大人，我会处理好此事，不让那些劫匪下山来祸害村子。他决定先下手为强，大不了就上山就布置杀阵，困死这群土匪。温姑娘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此事因我而起，那些山匪又是罪有应得，杀了也不会有罪孽，反而有功德。杀人总比救人要容易些。唉，这本来呢应该是本官的职责，只可惜本官能力不足，本官惭愧啊。大人已经是难得的好官了，无需自责。这样吧，我把县衙的总捕头和10几个捕快留给你，听候你差遣，不能都让姑娘你自己来解决。跑个腿儿打个下手还是可以的。那好，不过总捕头不用了，大人身边离不开人，10个捕快我收下，等处理好了山匪之事，再让他们回去。那好，此事辛苦温姑娘，本官会和上面请功，争取赏赐。那感情好啊，多给银子啊。好的，尽力帮姑娘要银子。姑娘是我见过最率直的修行之人了。温竹清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人家当官的那就是会说话，都没说他贪财。正事儿说完了，送走了县太爷，留下了10个捕快。诸位差爷先委屈一下，住在村子里吧，李正大人会安排你们的住处的。温竹清想要让他们住在胡三祥家里，胡自强兄妹3个来自己家里面住，10个大男人也不方便在自己家里面住啊。大人让我们保护你的，离这远了可不方便。我看你们不是有新房子吗？我们兄弟就住这儿了，还有我们的伙食就按照今儿的标准来准备了，我们也不想委屈。温竹清就笑了，哼，这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，来这儿当大爷来了，这可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。温竹清脸上是笑着的，但是呢非常的冷，让孟阳心中不安。温姑娘，我等呢也是想养好精神，才有精力办差呀，不是刁难你的。我明白的，不怪你们。这年头哪有白使唤的人呢？招待好诸位也是应该的。不过我看诸位能做捕快，身手肯定是不错的。我家3儿子酷爱习武，不如你们指点一下吧。小山，跟各位叔叔们切磋一下。嘿，好嘞，学下来。温姑娘，你这是开什么玩笑？有意见尽管说，没必要让孩子来羞辱我等吧。我可没有羞辱的意思，如果有也是你们自找的。我既然让儿子跟你们对阵，那就是有把握。放心，打伤了打残了我也不会找你们麻烦，打不死就行。梁书山不满，小眼睛斜睨着他，你3儿子就这么不值钱吗？哼，瞧不起小爷，你们一起上。别看个子高年纪大，小爷也不放在眼里呢。你们不来，我可先动手了。你确定要我们跟他打吗？是的，我3儿子8岁了，打得过以后你们在这家里当祖宗，打不过让我3儿子当祖宗，收起你们的傲慢。行，这是你们自找的，别说我们欺负孩子啊。陈六，你上去试试。陈六是最瘦弱的一个捕快，长得跟个猴似的，格外的机灵。温竹清的脸色好了一些，倒是没有特别的坏，找个力气小点的就当做是陪孩子玩了。只是这一出手，陈六就知道糟了，这孩子看着不大，力气可不小。梁书山竟然把陈六给甩起来了，竟然就跟风车一样在空中飞舞起来，嗷嗷的惨叫着。孟阳等人是目瞪口呆，这孩子这么厉害呢？好了，他要吐了，吐你身上恶心吗？走你，快吐远点啊，别脏了我家的地。
否则我让你转一天。陈六给甩出了家门，愣是都站不起来。还有谁？小爷才出了一点力气，你们还是当捕快的呢，这么废物。我来，小公子得罪了。这次来应战的是捕快里面力气最大的梁书山，也是神色凝重，对准了他的膝盖关节下手，可惜没什么用处，到底是力气小了一些。这孩子呢，也是一肚子的坏心眼，趁他分心的时候，跳到人家背后，一脚踹在屁股上，捕快嗷的一声，夹紧了双腿，然后就被他一个扫堂腿给撂倒在地上了。温竹清都傻了，下意识的看了梁正远一眼，这可不是他教的。梁正远是脸黑如墨，看着温竹清的眼神也很是不善。打架嘛，不要看过程，要看结果。不管招多损，管用就行的。谁还来？其他的捕快摇摇头，他们看出来了，这小子是又坏又损，还有把子力气，是真正的练家子。只是年纪小，再过上2年的，他们一块上那都打不过了。好，我等服了，听从温姑娘安排。好，我也不会亏待了诸位。单独的院子，我们家吃什么给你们做什么。事成之后，县太爷那边帮你们请功，赏银也分你们一份，不会亏待了大家。不敢当，是我等错了，温姑娘勿怪。阿娘，你不是说我赢了，他们把我当祖宗的吗？是，小祖宗，你厉害，可这是你的本事吗？耍阴招得看人，对敌人可以耍，正经比赛不许这么做啊！你娘我可丢不起这个人，得靠你的真本事。明儿开始练剑吧，晚上加半个时辰的马步。好吧，我还以为能多几个孙子孝顺呢。温竹清直接就给了他一巴掌，这什么孩子呀，小年纪就想着当爷呢。梁正远看他教导孩子走正路，也就没说什么了。原本新房子是要晒上几天的，现在人多了，当天就得搬进去。胡自强过来住，两只羊自然是也牵过来一块喂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两只羊就格外的害怕母羊。温竹清还看到他们给母羊舔毛呢，温竹清就走过去问他们俩：“你俩是不是做什么坏事了？”两只羊齐齐摇头，眼底满是恐惧。大黑马都给弄死了，收拾他们那还不是一根手指头的事儿啊！真的吗？母羊叫起来，温竹清用神识与他沟通，眼神顿时就变得危险了。还不老实啊！竟然勾结外人想害我！两只羊直接就给跪下了，眼泪都流出来了，那是真的哭啊，真的是后悔了。温竹清的手段，他们从骨子里面感到畏惧，真的怕他一狠心就把自个儿给宰了。温竹清没有说话，冷眼看着两只羊痛哭流涕，不住的忏悔，给他们极大的压迫感。感觉到门口有人，回头看到他俩：“我们来取饭菜的，温姑娘，没打扰到你吧？”“没事，你们去吧。这俩畜生，我想着清炖还是红烧，看样子还不想死。可是不想死，为何要作死呢？做人呢，跟做畜生一样，没本事就安安分分的活着不好吗？非要做妖，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的。”“对，温大师说的对，说的对。”蔡大娘出来看温竹清收拾两只羊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，吃饭了啊！大娘想吃羊肉吗？两只羊使劲的叫唤，羊肉可不好吃啊！这大夏天的吃什么羊肉啊？蔡大娘嘴下留情啊！蔡大娘看了他们一眼，竟然从中看到了祈求，也怪可怜的。胡家的羊咱也不好杀了吃肉，夏天青草多，先喂着吧，等过年的时候再杀了吃啊。行吗？且容你们多活几天，过了年杀羊吃肉，你们以为安逸的日子那么好过的吗？辛辛苦苦割草伺候你们，不就是为了一口肉吗？不干活就得被人吃了，自己好好想想。温竹清也是吓唬他们俩，他们也就是懒了一点，对孩子不好，但是并没有杀生，不能随便给杀了，否则就是他的杀孽了。两只羊连连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如果可以，他们可不敢偷懒，一定是好好的养孩子，好好的干活。温竹清教训一遍，孟阳他们取了饭菜就赶紧跑了，回去跟兄弟们讲，千万不能招惹温大师，他真的很可怕的，那畜生都给吓得跪下了。山贼会报复的消息并没有传出去，怕引起村里的恐慌，大家的日子呢就与寻常一样。温竹清却很忙了，夜里也不闲着，取出之前买的铁矿石，让人垒了简单的打铁炉子，提炼出铁来，打造了2把趁手的兵器。温竹清夜里吭哧吭哧的磨着2把小剑。梁正远打开门看到他手里的兵刃：“你这几天就忙这个呢？”“你有事？”“我想过了，山贼的事情不能让你自己去办，太危险了。”“不然呢？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？”
我想组织村民操练他们，培养合格的士兵。山贼不来则已，只要他们敢来，我就有把握把他们拿下了。你竟然有这个打算？唉，怕是不好做。村里人能愿意让你训练？当兵还有饷银呢。虽然是服的兵役，不得不去当兵，可是也有穷苦人家的孩子是为了吃饱饭送去军队的。我当然有办法了。你做那个香皂，我想着弄成作坊，赚了钱来买兵刃，给村民们发饷银，有了钱还能保护家园，他们会愿意的。你想卖香皂？是的，我现在不能种田，人也残废，不能打猎，读书也不现实，只能经商了。你做的香皂我看过了，非常好用，肯定会畅销的，还能雇佣村里闲着的劳力，一举数得。当然，我不会白用，给你分2成的利润，你看可以吗？不用给我，你能做好这件事就行了，我不缺钱。那你缺什么？缺命。温竹清说完就后悔了。你炸我话呢？我的事你管不了的，管好你自己就好。既然你想做，就去做吧。这是1000两银子，你先拿去花。建造作坊、打造兵器、训练人手，都需要钱的。现在农活也忙，做这个也挺好。既然你要训练村民，就得师出有名，激起他们的战斗力，士气至关重要。还有打探消息，我明儿去镇子上一趟，请牛员外和梁镇长留意镇子上的动静，有外来人进村也得多防范。梁正远神情恍惚，对他的话也不知道听进去了多少。你缺命是什么意思呀？我是不懂你们修行的事儿，可是我能帮你出主意啊。咱们现在还是夫妻呢，孩子们很喜欢你，你要是……梁正远不敢想，他要是没了，孩子们得多伤心呢。就算是他，想想都觉得心痛如绞。你放心，孩子们不会伤心。我真的要离开的时候，会抹掉他们的记忆，就当没有我这个人了。记忆还能抹除？你还有什么做不到的？这种事儿，梁正远真的是闻所未闻，堪称是神仙手段了。看温竹清的眼神也是更加的忌惮，他到底是买了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儿回来呀？是的，可以抹除部分的记忆，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会这么做的。毕竟抹除记忆，我也很伤心的。我付出这么多才能让孩子们喜欢我，喊我一声阿娘，要是平白抹除了，我岂不是白费了这么多的功夫？而且抹除记忆需要我到了元婴期才能做到，不知道修炼多久呢。我就是告诉你，有这个法子可以让孩子们不必为我的离开而伤心而已。那我的呢？你也能抹除吗？理论上是可以，不过你是成年人了，咱们之间没有那么深的羁绊，你好像不值得我费这个精力吧。温竹清并不觉得他跟梁正远会有多么深的感情，除非是生死相依，离开对方就不能活了，那样的话才需要抹除记忆。他是不可能那么的深爱梁正远的，难不成梁正远能够为了自己去死吗？温竹清撇了撇嘴，无稽之谈，笑话一样。梁正远这心里才松了一口气，不会这么对自己就好了。目光落在他的小剑上。你这几天忙活这个东西吗？对啊，费了老鼻子劲儿了。我只知道理论，真的实践就太难了。这大概就是别人说的脑子会了手不会吧。不过好歹得了2个小东西，下次我多买些铁矿石，能打造得更好，熟能生巧呀。梁正远想着他打铁的样子，胳膊上满是肌肉，娇嫩漂亮的脸蛋都给烤红了，吓得打了一个激灵。你大可不必钻研这个，找个铁匠不是更好？上哪儿找去啊？谁家铁匠能来给我干活？铁匠大多数都是为朝廷效劳。我在军队的时候有同僚是铁匠，在后勤效力，我们关系不错，回头我联系一下，给你弄2来。真的？那感情好，你这个兵也没白当哈。抓紧时间把人弄来，咱们训练村民不是也需要兵器吗？你操心这个有点早，百姓不许私藏兵器。那好吧，等问过县令大人再说吧。温竹清摆了摆手，打了个哈欠就要睡觉。你早点休息吧。晚安。晚安。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想着温竹清的话，真的被抹除记忆，那可就太可怕了。取出了一叠子的白纸，研墨开始书写。他的字儿竟然写得非常的不错，铁画银钩，充满了杀伐果决。只是这字里行间呢，多了一些温情。一夜无话，温竹清第2天醒过来，并没有继续折腾着打铁了，实在是太难了。他就不是一个练气的料子。阿娘，早啊，累死了，我现在能睡3天3夜。白天晚上的练功，还得上学读书。小年纪的梁书山都觉得自个儿真的是太辛苦了，谁家孩子学这么多东西啊？
你不吃鸡蛋羹、葱油饼、红烧肉、酱排骨和糖醋鱼？哎，吃的，我不睡了，睡觉耽误我学习。小吃货，你别听他诉苦，每日在私塾还得睡上1个时辰呢，哪有那么困的？上课睡啊？是啊，先生教导几次，没什么效果，也就由着他睡了。不过睡饱了，学的也认真，功课做的也不错，先生倒是也能够容忍他。这个先生挺开明啊，打手心不？当然打了，只是小山皮糙肉厚的，先生的戒尺都给打折了，他还像个没事人一样。温竹清想笑，先生肯定也很郁闷，很是无奈。遇上这样的学生，先生都能少活几年。待会儿我跟你们一起去镇子上，送先生一些吃食，他教导你们也不容易啊。我课业第一呢，先生是看三弟年纪小，没有太过严苛。不错，你读书读得好，将来给人抄抄书，做个账房，也能养活自己啦。我可以科举考状元呢。挺好，努力吧。吃完早饭，温竹清跟孩子们一起去了镇子上，先去了私塾。温姑娘怎么来了？我家小三皮得很，给先生添麻烦了。家里做了些吃食，给先生添道菜，别嫌弃就好。温姑娘客气了，梁书山这孩子是调皮了一些，读书的天分比不上梁淑儿，不过胜在勤奋，能学得进去，已经很难得了。东西他收下了，以为是点蔬菜瓜果什么的，乡下人自己种的，不值什么钱，送给厨房让小厮看着做。只是中午的时候看到桌子上的烧肉烧鱼，就有一些不解。咱们有钱买肉吗？我没记着给你钱啊。先生早姐给我的呀，还有2只鸡，1只鸭子，鸡蛋10多个，肉也有一大块，像是猪后腿肉。哦，是梁淑儿的继母送的呀，我以为是些菜呢，让她破费了。梁家那个继母真是不错，孩子都穿得干净体面，都送过来读书，没有苛待孩子，他们也都很喜欢继母。不过现在还好些，等那位继母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大概就会偏心了吧。少说这种无谓的猜测，背地里说人，不是君子所为。我错了，先生先吃饭吧。俗话说，吃人的嘴短，对梁家几个孩子便是更加的用心教导。孩子们的功课，温竹清并不担心。去了梁勇家，梁勇也家里有客人，是一个穿着青衫的中年书生。看到温竹清过来，眼底闪过了一抹慌乱。温姑娘怎么来了？梁镇长有客人啊？那我等会儿来，你先忙。哦，不用了。来人，带姑娘去内宅陪着八太太说说话吧，看看姐儿。行吧，你家姐儿也是我亲自接生的，我还挺想她的呢。温竹清就去看孩子了，已经2个月的孩子长得白净可爱。温姑娘，一直想感谢你救了我和孩子，只是没机会出门。你今儿来的正好，可得留下来吃顿饭，我好好招待你啊。好，那我就打扰了，多谢乔姨娘好意啊，姐儿养的挺好的，看得出你们过得挺好的呢。老爷对我一直挺好的，现在有了姐儿，我也是女万事足了，只求身子养好些，给老爷添个小公子，我也别无所求了。你都求得儿女双全，丈夫疼爱了，还想求什么呀？哼，真是没看出来呀，你是小蹄子，还挺贪心的呢。见过大太太。这位便是梁勇的正室李氏，李大太太。梁大太太好。你就是温氏啊，给人家看坟地做白事儿那个，长得倒是有几分的姿色，难怪我家老爷一直惦记着你，也不嫌晦气。大太太，都是妾身的错，你想怎么罚我都好，明妾身就去伺候大太太，不敢怠慢。只是温姑娘是老爷的客人，大太太别迁怒温姑娘啊。老娘做事还要你教吗？别以为老爷护着你，老娘就拿你没办法。只是生了个姐儿，你在这家里面都敢放肆，要是给你生个哥儿，你是不是要上天了呀？妾身不敢。温竹清看乔姨娘唯唯诺诺、战战兢兢地由着他训斥，不由得感慨，这古代小妾的地位是真的低呀。不过李氏当着自己的面教训乔姨娘，也是打自己的脸，把自己当成勾搭梁镇长的妖艳贱货了。这个锅他可不能背啊！自顾自地坐下，喝口茶，悠闲自在的样子，让李氏的火更大了。哼，还从未见过这等厚颜无耻之人，真把这儿当自个儿家里了。哼，从未见过你这等愚蠢至极、心胸狭窄、丑如嬷母、面目可憎、尖酸刻薄之人。我可不是你家下人，由着你骂我，说你蠢，你还别不服气，忘了我做什么的了。你也知道，我看风水做白事儿的，
你家男人都有求于我，你一个不下蛋的母鸡也敢得罪我？信不信我一句话让梁勇休了你？娶妻不贤，祸延3代，什么样的风水都救不回来。你敢骂我？这可是我家。是你家又怎样？你家男人求着我来的，你以为是我求着他的吗？看你一身的阴煞之气，亏心事儿没少做吧？梁镇长也是个人物，怎么会娶了你这么蠢的妻子呢？梁勇一只脚迈了进来，听着他这么说，有一些尴尬。温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梁某指甲不严，得罪了。你这婆娘什么都不懂，就敢得罪我的客人，快给温姑娘道歉。请喊我温大师、温道长都好，咱们不熟，别喊得这么亲近。你家母老虎又该说我勾搭你了。虽然你长得不怎么样，人也是半老头子了，也就你婆娘眼瞎，觉得你是好的，谁都想勾搭你呢。我可没有她这么眼瞎。梁勇一噎，本来你家内宅之事我不想插手，可是你这婆娘得罪我，那我也不是好脾气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么多年子嗣不旺，就是她做的手脚。我没有，你污蔑我，老爷，你可别信他的胡言乱语。什么避世啊，这莫不是骗人的，来坑咱们家的银子呢？老爷，你可别上当啊！骗不骗老子不知道的吗？滚回去，这事儿老子会查清楚的。你要是害了我的孩子，我先休了你。你敢？你可别忘了当初是怎么求着我嫁给你的，我娘家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当初梁镇长家娶你，大概就是看中你娘家子嗣丰厚，能生儿子吧。可惜梁镇长不知道的是，你娘家人有自己的运道，跟你可没什么关系，看走眼了呢。梁镇长眼底涌动着浓重的戾气，恨不得现在就把他给掐死才好呢。来人，让大太太回房。李氏看他的脸色实在是太难看了，也不敢反抗，灰溜溜的就走了。让温大师见笑了。没事，谁家还没点糟心事儿呢？倒是乔姨娘受委屈了，她可是生了你唯一的女儿啊，也是运气好，能在你太太手下把孩子保住了。那是我把八姨太送到庙里休养，才把孩子保住的，只是差点难产，幸好遇到温大师。温大师，之前都有得罪了，梁某真的诚心跟您道歉。这个是一点心意，大师你请收下，千万别跟我客气。是一柄很是不错的桃木剑。不错呀，还是古物呢。这把桃树剑有些年头了吧？是在下特意派人搜寻，听说是一位道门高人的佩剑呢。那我就笑纳啦。温竹清抚摸着温润的桃木剑，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至阳之气，更加的高兴。这怕是雷击木做的吧？温大师这是有闲暇来帮我布置祖坟了吗？看在这柄剑的面子上，我奉劝你一句，王侯格局的墓葬真的不适合你。我可以帮你做一个丁财两旺的局，造福后代子孙，这对你才是最好的。可惜他的好意在梁勇看来呢，又是推诿之词。能做王侯，谁愿意做个小小的镇长呢？温竹清看他脸色难看起来。行吧，你非要坚持，我也没办法。但是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会斩断和你家的一切联系。以后不管你是富贵还是落魄，都跟我再没半点关系。以后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后人，我都不会再管，因为我不喜欢不听话的顾客。老爷，温姑娘心地善良，是好人啊，咱还是听她的吧。人丁兴旺，家有余财，这已经是很好的日子了。王侯都是几代传承，可不是那么好做的。知足常乐，乔姨娘是有福之人，你要是一意孤行，可就辜负了这么好的姑娘。多谢温姑娘的好意，我不能放过这么好的条件呀。如果我不要这个王侯风水，那是不是就要被别人占了？别人能做，我梁家为何不能做呢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不想错过，还请姑娘成全。好，如你所愿了。多谢温大师。不用谢我，将来你别后悔就好。今日我来是想请你帮忙的，我得罪了九峰镇的山匪，你让人留意些，有没有陌生人来咱们镇子上打听我的事情的？梁勇已经知道了，这事儿也不是秘密。温大师真的杀了山匪的武当家吗？他的功夫可不弱的，你一个弱女子能伤得了他？原本我没想着弄死他的，这人也是个枭雄，对我孩子出手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对他出手了。人已经死了，多说无益，那群山匪也是一大祸害，既然已经结仇，我也不会怕了他们。好，我会留心的。需要我帮忙的话，温大师尽管开口。不用，我不想欠你这个人情的。那块地方我先看看去，不能听信那老道一家之言，他就是个半吊子，
风水一事包罗万象，一块石头的变动都有很大影响。只靠着风水局就想高枕无忧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不看那么多帝王陵墓，哪一个不是选的龙脉？是最好的风水局，不还是改朝换代了吗？乔姨娘不断的点头。温姑娘说的太对了，还是得劝劝老爷改变主意才好。能享受一代也是好的呀。温大师的善意我收下了。温卓清也不再劝进，起身告辞。山贼之事了了之后，不管如何，我都会帮你处理此事，把你家先人的生辰八字还有你的八字先给我，我推算了好的日子。现在就要吗？当然了，推算也很费劲儿，不是掐指一算就行的。稍等。梁勇去书房写下了父母的生辰八字，祖父曾祖的也有。温卓清没看，塞进了袖子里。告辞。温卓清又去了周大夫那，跟他讨论几个拿不准的病症，吃了一顿简单的饭菜，又去棺材铺子看了老雕头。温大师来了，好些天没见你来镇子上了。去县城一趟，刚回来，给我拿点黄纸、朱砂，都用完了，多拿一些啊，最近用的比较多。好，稍等。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黄纸就拿了500张，够他用一阵子了。温卓清付了钱，老雕头也没有客气，收了友情价，正好到了去接孩子的时辰。阿娘，你今儿有空来接我们呀？太好了，阿娘每天都来接我，该多好啊！好啊，阿娘有空就来接你们。小五也要好好学功课，听先生的话哦。我很乖的，阿娘放心。三哥上课睡觉打呼，让先生给揍了呢。哇，你个小高壮将，我就打个盹儿。先生今日格外严厉，以前都睁只眼闭只眼呢。因为我给先生送礼，特意多关照你，不用谢我啊。亲娘也不过如此。到了家里，下车进门就看到了熟悉的薛掌柜。温大师啊，不请自来，勿怪勿怪。我们少东家也来了，跟你家梁少爷说话呢。你们少东家伤好了吗？就跑到我这儿来，这是不放心我吗？哎呀，没有，真的是想感谢姑娘呢。不用，你们也付了报酬，我收钱办事，钱货两讫，除非有下一单生意。这个或许还真有。温卓清已经进门，薛不凡跟梁正远齐齐的看向他，两个人的气氛有一些古怪。我打扰你们了吗？没有，温姑娘真是辛苦啊！我刚才还说梁兄好福气呢，有温姑娘这么能干的娘子，为父的福气。阿青辛苦了。薛少东家找我来有什么事儿？我的腿感觉好多了，伤口最近有些痒，想让你帮忙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太好的地方。原本我过几天要去看你的，还需要拆了线的。你来了正好，跟我来房间里吧。我跟着你一起吧。不用，你自己都是残废，俩残废交流心得的吗？你还不如人家薛少东家恢复的快呢，好好养着。薛不凡忍不住笑起来。梁舒尔和梁淑仪陪着他去拆线，毕竟是外男，还是要避讳，不能够让人说闲话。有点疼，忍着。没事儿，还好，跟之前比好很多了。内部的线，温卓清是用灵气给拽出来的。好了，继续敷药，看样子最多半个月，你就可以下地活动了。多谢。我此次来还有件事儿想请温姑娘帮忙。来外面说，屋子里闷得慌，你的伤口不宜闷热，感染了就麻烦了。没有抗生素的年代，伤口感染是会致命的。梁正远又凑过来听他们谈话。我这次丢了些很重要的东西，找了许久都没有线索，不知道温姑娘能不能帮忙寻找。占卜寻物而已，可以的，卜一卦吧。你心里想着所要寻找的东西，铜钱丢在桌面上。一连3次之后，温竹清掐着算了一会儿，在西北方向大约50多里，你可以去那里找找看。太好了，温姑娘帮了我大忙了，我们这就去寻找。这是卜金，请笑纳。温竹清高冷的让梁舒尔接过，自己没看。且慢，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西北方向50里就是九峰镇，九峰山那是山匪的老巢。啊，对的呀，好像真的是山匪劫走你家的东西，这可麻烦了，那伙人不好对付呢。我和山匪讲讲条件，大不了破点财，山贼也是图财嘛，能花钱办了事儿最好不过了。温竹清心里不安分了。我要是帮你找回来这个钱，你给我如何？阿青，不行，山匪凶残，你又跟他们有仇，万一他们认出你来，你跑都跑不掉。别担心，我既然敢揽下这件事儿，就有把握。自己的东西还要花钱赎回来，薛少东家不觉得憋屈吗？当然憋屈，我也是正经商人，有什么办法呀？温大师要是能帮忙的话，就再好不过了。合作愉快，你们先在家住下吧，
跟我说说具体什么东西，我试试能不能偷回来。东西很多，10多个箱子，1辆马车才能装得下，怕是不好偷。这多简单啊，一个空间符的事儿，我画一张大容量的空间符就好。空间符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空间符又不是多么了不得的东西，是他闲极无聊前世研究出来的，需要灵力支撑。灵力散了呢，这空间符就没用了。给薛不凡演示一下。